一家二少爷出车祸腿瘸了，他的白月光丢下他就出国，他一气之下娶了我。婚后，在我的帮助下，易景照的双腿慢慢恢，白月光挺着大肚子回来了，而他也甩给我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我潇洒签字离开。1个月后，在产检科碰见了他，他把我抵到墙角，什么时候怀上的？放心，孩子不是你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18年的冬天，对于易景照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了。身为天之骄子，一场车祸让他成了瘸子，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此生。他最爱的祝冰玉也抛下他走了，他为了挽留他，着急地从轮椅上滚了下来，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爬行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。我是一家的佣人，便过去扶了易景照一下，他却抓住了我的手，问：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看着他冻红的双手，还有哭红的眼睛，便点头答应了，我愿意。婚后，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妻子，为他四处求医问药，经营我们的小家。甜蜜的时候，他会抱着我说：夏云，能够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家里的佣人在背后说我配不上易景照，被他听见了之后，他狠狠地教训了那些佣人，然后拉着我的手，告诉所有人，是倪夏云不嫌弃我，愿意嫁给我，我此生一定不会辜她。结婚第3年，在我的努力下，易景照的双腿总算是有知觉了，从一开始的残废，到后来可以慢慢杵着拐杖走路，现在已经可以自由行走，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。他兴奋地捧着我的脸说：夏云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幸福下去，但是在第3年的冬天，祝冰玉挺着8个月的孕肚站在了门口，哭啼啼的要见易景照。听说祝冰玉在国外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，之后把肚子搞大了，又惨遭抛弃，无奈之下只能灰溜溜的回国。可是祝家觉得十分丢人，不愿意接受他，他只能来找易景照，因为他知道易景照最爱他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大雪落满了祝冰玉的身上，扭过头看向易景照，他一直在看书，似乎并不关心祝冰玉，但是我知道他看了1个小时的书，页码始终停留在12页，那正是祝冰玉离开的月份。终于，身怀6甲的祝冰玉倒在了冰天雪地里。那一刻，易景照手里的书也掉在地上，他踉踉跄跄地跑了出去，就像是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，十分慌张。之后让人把祝冰玉带回家，他着急地握着祝冰玉的手，耐心地和他说：小玉，你不要怕，我来了。我站在旁边，像个多余的人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许是易景照注意到了我，觉得我很碍眼，怒吼了一声：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厨房给他煮一碗姜汤。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凶过，可是祝冰玉一回来，他看我的眼神里就没有了半分温柔。我彻底吓懵了，傻愣愣地去煮姜汤，一不小心打翻了茶碗，划破了手指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啪嗒啪嗒掉下来。等到我煮好了姜汤，祝冰玉也醒了，他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景照，我没地方可去了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接下来你就住在我这里，我会照顾你，你只要安心养胎就行。即便祝冰玉看到了我，还是一头钻到了易景照的怀里。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，我打翻了手里的姜汤，转身就走了出去。易景照见状追了出来：倪夏云，你干什么？我胡乱擦了一下眼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。为什么要让他住在这里？
这里是我们的家。易景照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是在看一个小丑。倪夏云，麻烦你搞清楚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你出过1分钱吗？我愣住了，我的家庭很普通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来易家当佣人。如果不是和易景照结婚了，我这辈子也住不上这种价值几个亿的豪宅。我确实没有出过1分钱。易景照叹口气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小玉快要生了，你不让她住在这里，她还能去哪？你那么有钱，你给她租个房子，或者让她住在医院待产，不可以吗？这下易景照的表情彻底不耐烦。倪夏云，我以为你乖巧懂事，没想到你的心胸这么狭窄，非要和一个孕妇过不去是吗？我心胸狭窄？是啊，我确实太小气了，我的丈夫都要被人抢走了，我还要大度吗？房间里传来了祝冰玉的呼喊声，易景照便杵着拐杖走了。临走前还交代我再去煮1碗姜汤，动作快一点，不然小玉感冒了。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。我没有去煮姜汤，而是离开了易家。外面的雪很大，风吹在我的身上，很冷。出来的时候太着急了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衫，才几分钟的功夫，我就冻得瑟瑟发抖。看着大雪，我不由得想起了3年前的事。我在易家当佣人，易景照对祝冰玉的爱，我自然全都看在眼里。每次吵架，都是易景照主动去找祝冰玉，哪怕自己很难过，也是偷偷摸摸的哭，不会让祝冰玉知道。易景照会耐心地准备生日礼物，会给在冬日的半夜冒着大雪去给祝冰玉送喜欢吃的烤红薯。易景照说他非祝冰玉不娶，可是后来他娶了我。表面上他和我恩爱甜蜜，实际上我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看着祝冰玉的照片流眼泪。这3年来，他一直给祝冰玉发消息，即便对方没有回复他，他也没有放弃。我偷看过那些信息，全都是哀求祝冰玉回来的。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最清楚，我没有背叛你，我娶她只是想气你，我一直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可是如今祝冰玉回来了，易景照的双腿也好了起来，他再也不需要我了。易景照一直没有出来找我，满天的大雪一直落下来，我实在是冷得受不了了，只能先回去，不然的话我会冻死在大雪之中。厨房里，易景照系着围裙煮姜汤，像极了贤惠爱家的好丈夫。我和他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有为我下厨做过一顿饭，没有给我倒过一杯水，哪怕我累得不行，他也不会帮我捶捶背。我看他行动不便，于是并不在意这些细节，反而处处体谅他。现在看来，他只是不愿意罢了。易景照看到了我，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。你跑哪里去了？不是让你煮姜汤吗？我揉了揉发红的鼻子，出去接了个电话。谁打来的？我妈。你妈一天天打4、5个电话，整天管东管西，以后少和她来往。我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。不许你这样说我妈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，我不和我妈来往，难不成和你的白月光来往吗？这句话刺激到了易景照，他摔了手里的姜汤。够了，倪夏云，你为什么还要提这件事情？你要再这么不懂事，就立马给我搬出去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一脸的倔强。搬就搬，我立马去上楼去收拾东西。衣柜里我的衣服少得可怜，这些年我基本上不怎么乱花钱，穿得十分简朴，也没有像样的首饰，一直都是自己赚钱自己花。易景照不会给我买什么东西。祝冰玉扶着8个月的孕肚走来，白白净净的，脸上满是泪痕，委屈地说：
倪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请你不要因为我和景照吵架，你们两个闹成这样，我会自责的。既然你知道是你的错，那就麻烦你离开。”祝冰玉的脸上闪过一丝震惊，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，于是她笑了，再也没有一点委屈的样子。你信不信，如果我走了，易景照也会把我追回来的？我当然信，我怎么会不信呢？祝冰玉叹口气，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前任易哭，现任必输。就算我现在怀着别人的孩子，只要我愿意，他就会立马娶我。我攥紧了手指，气得发抖，却又无法反驳，只能低头继续收拾东西。门外传来了声响，祝冰玉的眼珠子一转，主动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倪小姐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求你不要走。”易景照推开门进来的那一刻，祝冰玉故意推了我一下，假装摔倒在地上，捂着自己的肚子，哭喊着：“我的孩子，倪小姐，你有什么就冲我来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？”易景照的眼中冒着怒火，大声质问：“倪夏云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小玉，但她是一个孕妇，你怎么狠心下毒手？我没有推她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的。她会拿自己的身体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开玩笑吗？你不信我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”我顿时笑了，在易景照最难的时候，心爱的女人弃他而去，是我陪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日，结果他竟然不信我。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一行热泪缓缓划过脸颊，我苦笑了一下，也不想再费力解释什么，毕竟这个房间里没有监控，祝冰玉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祝冰玉见状，佯装懂事大方，温声细语地说：“景照，算了吧，我相信倪小姐也不是故意的，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妻子，你不要这样对她。”易景照嗤之以鼻，这次看在小玉的面子上，我就暂且饶了你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后果自负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为什么他的语气那么恨？明明我才是他的妻子，3年的陪伴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弃他而去的白月光？或许真的比不上。我当天就收拾东西回家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易景照说：“你要走了就别回来。”我的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站在门口，寒风刺骨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。最终我没有回头。我家住在乡下，从繁华的城市到农村需要5个小时的路程。寒冬腊月，地面结冰，车子很容易打滑。不出意外的是出意外了。深夜，车子翻车，倒在了沟里。我的头疼得厉害，双腿更是失去了知觉，尤其是大腿之间一直冒出股股鲜血。救护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。我艰难地从兜里掏出了手机，想要给易景照打电话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易家就能立马派人把我送去医院。可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易景照，接电话，你在干什么？此刻的易景照正在医院。祝冰玉晚上的时候身体不舒服，他就立马把祝冰玉送来医院，嘘寒问暖地伺候着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祝冰玉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。祝冰玉躺在病床上，抚摸着自己的孕肚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，还好有惊无险。我还以为是白天倪小姐推我，导致我的孩子出事了。提到倪夏云，易景照愣了一下。在这个时候，兜里的手机再一次响了，他心烦地拿出来看了一下。倪夏云连着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该不会是有什么急事？祝冰玉看了一下，紧张地捏着手指头，红着双眼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景照，是不是倪小姐的电话？你接吧，没事的。”接着他就伤心地哭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欺负他了。
总之，眼泪就像是珍珠一样，啪嗒啪嗒掉下来。我见犹怜。见状，易景照想也没想，直接把手机关机了，安抚道：“他估计是打电话来，想要让我接他回去。我可不会惯着他的小性子。”听到这话，祝冰玉擦了擦眼泪，眼中浮现了笑意。景照，谢谢你。偏僻黑暗的山沟沟里，随着血流的越来越多，我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，呼出的每一口气就是生命的倒计时。我隐约听到手机里传来了官方式的声音：“你好，你所拨打电话已关机。”这一刻，我对易景照心如死灰。我看着寂静的黑夜，咬着牙拼命撑下去。等我回去，一定要给这对狗男女送一个大礼。不久之后，救护车来了，我被送去了医院抢救。医生告诉我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第一反应是高兴，接着十分伤心。我都准备和易景照一刀两断了，结果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时候了。他摸着腹部，长叹一口气，做出了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把孩子拿掉吧。然而医生却告诉我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拿掉之后恐怕一辈子无法受孕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无奈地露出一抹苦笑。我已经为易景照付出了那么多，总不能为了他丧失做母亲的资格。罢了，生下来自己养吧。出院后，我回到了一家，易景照正在给祝冰玉的孕肚涂抹橄榄油，生怕她长妊娠纹，仿佛那是他的孩子。他的妻子看到我回来了，易景照神色很淡，一点也不意外。你不是搬出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挺有骨气的。祝冰玉娇滴滴地说：“景照，你小姐厚着脸皮回来，已经够丢人了。你再这样说，她会受不了的。”我冷冷笑了一下。某些人在国外搞大肚子，没人接盘之后就回来找旧情人。到底是谁脸皮厚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祝冰玉脸色涨红，一双恶毒的眼睛恨不得把我吃了。倪夏云，你之前只不过是一家的一个佣人，你有资格这样说我？景照，你好好管管他，要不然我肚子里的孩子气出事了怎么办？易景照不悦地皱眉。夏云，虽然你是我的妻子，但也要懂分寸，说话注意一点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祝冰玉肚子里怀着其他人的孩子，她小心翼翼地呵护，而她却从不过问我的任何事。我仍然记得，去年生了一场大病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她连一杯水都懒得给我倒，还借口说自己行动不便。我没见过这么薄情的男人，易景照是第一个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放在了桌子上。我当然知道分寸，所以已经签好字了。易景照怔住了，手里的橄榄油也摔在了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吃错药了，你要和我离婚？我什么也不想和他说，转身就走。易景照杵着拐杖，腿脚不便地追了上来。倪夏云，你干什么？在和我赌气吗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这2天没去把你接回来，你就生气了吧？你什么时候变得心胸狭窄了？我和你说了很多遍了，祝冰玉是一个孕妇，现在没有人照顾她，你让她一个孕妇怎么办？倪夏云，你给我回来！易景照越说越气，干脆放出了狠话。你想要离婚是吧？那你不要后悔。走出易家的那一刻，我感觉从华丽的牢笼里逃脱了，开心地扑向了母亲的怀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把心思都花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从前舍不得买的裙子，毫不犹豫地买了；舍不得吃的东西，也全都去体验了一遍。就连母亲都说，离婚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是的，变得更漂亮了。痛痛快快玩了1个月后，
我就要开始工作了，因为从此以后我得一个人抚养这个孩子。虽然从一家辞职了，可我有多年的佣人经验，很快就在温家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温家的大少爷是一个极其儒雅温和的人，他待下人很好，待我也是，还经常带着我出差，让我吃了很多好东西。不过我还是很小心肚子里的孩子，隔三差五就去医院做一下检查。医生说宝宝很健康，让我不要太担心。下楼时，好巧不巧就碰到了易景照，他正在产房的门口，焦急地等待着祝冰玉生产。他抬起头，和我四目相对，那一刻，他的眼睛红了，扑过来抓着我的胳膊。夏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舍不得我的。我冷冷地甩开了他的手，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易景照的眼瞳骤然颤抖了一下，充满了难以置信。或许是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样说。这个时候，产房的门打开了，医生抱着一个孩子走不出来。谁是病人的家属？易景照回过神去，调整了一下脸上的情绪。我是。产妇怎么样了？医生笑着说，母子平安，恭喜你呀，喜得贵子。我也在旁边说了一句，恭喜你喜当爹。易景照这么喜欢祝冰玉，肯定会当这个便宜爸爸的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肚子里的有他的孩子。从此以后，他想要和谁在一起，我都不在乎，只要他高兴就好。易景照笑得很勉强，并没有半分高兴，因为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的。生产完的祝冰玉被推了出来，她十分虚弱，哭啼啼地喊着易景照的名字。易景照看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，小玉生完孩子，身边缺个人照顾，你别闹脾气了，赶紧回来。我对他只有无语，怎么，让我伺候你的初恋坐月子吗？做梦吧。说完，我都不想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迅速走了。这3年的真心就当作是喂了狗。我在温家过得很滋润，因为温大少爷很照顾我，处处偏袒我，甚至还让我以后不要干杂活了，只要在书房给他端茶倒水就行。我觉得受宠若惊，终于忍不住问他，温大少爷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他翻开了一页书，缓缓勾起了唇角，本就生得温润如玉，笑起来的时候更是融化了冰雪，带来一阵春风。我很欣赏你。我惊恐，欣赏我什么？欣赏你对易景照的不离不弃。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陪着我，我会很幸福。我恍然大悟，不知该悲还是该喜。我嫁给易景照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看好，所有人都说庸人配残疾，天生一对。但是我没有管那些闲言闲语，而是每日为易景照求医问药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这3年，没人知道我吃了多少的苦，可是他呢，就是一个瞎子，根本看不到我的好。休息了一会儿后，我就出去干活了。管家跑过来告诉我，门外有人找我。我以为是母亲，来到门口才发现是易景照，他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。这么久了，气该消了吧？我没有接受这朵花。曾经我最想要的就是他送我一捧玫瑰花，因为那代表爱情的象征。可惜我始终等不到。倪夏云，闹脾气也要有分寸，你又不是祝冰玉，该适可而止了。是啊是啊，祝冰玉是祝家大小姐，当然有资格耍脾气。我生来就是卑贱的穷人，连生气都不配。我直接把玫瑰花砸在了他的脸上。你给我滚！看见你我就觉得恶心。易景照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极其愤怒，要闹回家闹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他一边说一边拽着我走，虽然他腿脚不便，但是力气还是很大。我拼命的反抗，还是没办法挣脱他的手。突然，易景照摔倒在地上，
我愣住了，抬头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温景轩已经来了。他冷漠地说：“易景照，你如果还要脸面的话，就赶紧离开温家。倪夏云，你听见没有？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赶紧扶我起来，回家去。”我气得不行，正准备破口大骂，温景轩却突然拉住了我的手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他不会和你回去了。”易景照诧异不已：“为什么？倪夏云已经是我的女朋友。”“什么？你们？”易景照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珠子，一直盯着我看，似乎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。起初我也是愣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温景轩这样说，只是为了帮我赶走易景照。我点了点头，这是真的。那一刻，易景照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迅速惨白，仿佛是见到了鬼一样。“不，夏云，你怎么会离开我呢？你怎么会抛下我呢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怪我这3年来对他太好了，所以才让他觉得我一辈子也离不开他。我懒得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了，然后对身边的温景轩说了一句谢谢。温景轩笑着问：“一句谢谢就完了？”我瞬间紧张了起来。“温大少爷，那你想要我怎么感谢你？”说出这句话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因为实在过于暧昧。“倪小姐，我不要什么感谢，只要一次可以追求你的机会，可以吗？”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石头掉落在我的心海，泛起阵阵涟漪。我受宠若惊地睁着双眼，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我以为易景照不会再来纠缠我，没想到3天之后，他又给我打了电话：“夏云，我出车祸了，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我？”我内心并没有一点感觉，反而觉得很可笑。“易景照，我要是去看你的话，会被我的男朋友误会的，请你体谅一下。”倪夏云。电话那头的易景照似乎在压制着哭腔，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哭过，这一次真是破天荒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一下医院，当然不是为了看易景照，而是做检查。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看易景照演戏。我请了一个假，来到了医院，特地避开了易景照所在的医院。然而，当我拿着孕检单，高高兴兴地走着，却看到了阴沉着一张脸的易景照。我吓了一跳，把孕检单藏在背后。“你不是出车祸了吗？”“不严重，被婴儿车撞了什么？”易景照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我的身后。“你藏什么呢？这里是妇产科，你该不会是怀孕了？”易景照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惶恐不安，仿佛是一条被人抛弃的小狗，整个人都要碎掉了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好笑，反而还想报复一下他，于是坦然回答：“对，我怀孕了，但你放心，孩子不是你的。”一瞬间，我从易景照的脸上看到了一阵青一阵白，表情十分丰富，似乎天塌下来了一样。紧接着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，紧紧按住我的肩膀，声音接近哀求：“孩子是不是温景轩的？怎么会这么快就怀上了？和我在一起3年，却没有什么动静，这还想不明白吗？他比你强。”这句话深深刺激到了易景照，他的双眼猩红可怕，嘶哑着嗓子，不甘心地说：“夏云，你不要离开我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”听见他说出这些话，我认认真真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之前那么犯贱，我不爱你了。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听到这些话，易景照的神情惊，极度委屈，双眼溢满泪水。“怎么会不爱了呢？你之前明明很爱我的，你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，还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抛下我。”说到这些，我的情绪有了些许波动，倒不是回心转意了，而是我和易景照之间许下的诺言
仅仅因为祝冰玉的回来，全都变成了泡沫。到底是我的错，还是他的错？我一把推开了他，回去找你的祝冰玉吧，别来纠缠我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我就接到了祝冰玉打来的电话，他温声细语地问：听说你怀上温景轩的孩子了，我是特地打电话来恭喜你的。我可不相信祝冰玉会这么好心好意，冷笑着回了一句：谢谢啊，你刚生产完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景照一直贴身照顾我呢，这个呢完全不用担心。倒是你出身贫寒，就算是怀上了孩子，温少爷估计也不会负责，你还是多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我听得出来，祝冰玉是来炫耀的，然后故意讽刺我一下，他以为我会哭得稀里哗啦。对了，你小姐，你以后不要来纠缠景照，他以后是要和我在一起的，我也会给他生大胖小子。我轻笑了，那就辛苦祝小姐了。我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报复易景照和祝冰玉的好主意，绝对可以让他们两个大跌眼镜。隔日一大早，我就去医院看望祝冰玉，在病房门口就听到了祝冰玉哭哭啼啼地说：景照，我现在无依无靠的，孩子又这么小，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？日后该不会要流浪街头吧？紧接着易景照耐心地安抚：别怕，还有我呢，只要有我活着的一天，就不会让你们娘俩受苦。景照，你人真好，我发誓，等到我出月子就嫁给你。我在门口差一点就笑喷了。瞧瞧易景照多么深情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祝冰玉生的孩子是他的呢。于是我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打断了他们的情深。看到我来了，祝冰玉似乎很不高兴，皱着眉头，嘟着嘴问：景照，我刚生产完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我扬起笑容：祝小姐，你别担心，我不是来打扰你的，相反，我是来看望你的。这是我熬的汤，专门给你补身子的，你生产辛苦了。闻言，祝冰玉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不少，淡淡一笑：让你费心了，不过你如今都怀孕了，你不像我有人贴身照顾，更要小心照顾好自己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点了点头：祝小姐，你说的是，但是你也不用担心，我生来命苦，伺候了别人那么多年，身子骨硬朗，很结实。易景照在旁边则惭愧地低下头，不敢看我。他当然会惭愧，毕竟我不求回报地伺候了他那么多年。我扫了一眼，说：二少爷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有事情要对你说。易景照惊慌地抬起头来，似乎是受宠若惊，点头说了一声好。而祝冰玉却紧张地抓住了易景照的衣服，眼中充满了哀求：景照，我一个人在病房里会害怕。易景照顿时犹豫不决，心虚地看向我，我当作是没看见，抱着胳膊就走出病房。不想来就算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当我出门的那一刻，易景照就火急火燎地跟着出来：夏云，你要和我说什么？我瞥了一眼，房门是半掩，估计祝冰玉就在偷听，于是故意提高了音量，说：景照，那天你和我说的话，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回到你身边，毕竟我真的放不下你。什么？易景照欣喜若狂，眼睛一下子就亮晶晶的，颤抖着声音问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到时候我会把孩子拿掉，我们两个重新开始。只不过祝小姐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对他早就没有感情了，只是因为相爱一场，不忍心看着身怀6甲的他无家可归，才照顾他的。现在孩子已经生了，等到满月之后，我就不管他了。好啊，景照，我等你。说完，我无意瞥了一眼房门，
正好就对上了祝冰玉阴冷的目光，就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怨鬼，险些让我吓一跳。我猛然想起来，祝冰玉这个人一直脾气不好。我在一家当佣人那会，只要他心情不好，就拿我们这些下人发脾气。他还说过，只要是他想要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比如一景照，就是他势在必得的东西。当然，我故意露出了一抹挑衅的笑容，转身就走了。之后，我也没有和易景照联系过。但是还在一家的佣人倒是给我透露过，说这些日子祝冰玉不吃不喝，大哭大闹，要和易景照结婚，还禁止易景照和我联系。整个易家基本上鸡犬不宁。不仅如此，祝冰玉还跑到了温家来闹事，还和温景轩说：“温少爷，你可要当心一下，倪夏云给你戴绿帽子。他现在时时刻刻都想着勾引我的男人。他这人低贱的人，一心只想着上位。当年趁我和易景照冷战，趁虚而入，现在又勾搭上了你。他绝对心怀不轨。他还没有出月子，穿着臃肿的衣服，满脸的憎恶，和之前精致美丽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我在旁边冷着眼看戏，不管祝冰玉怎么说，我都没有一点愤怒，只是担心给温景轩造成困扰。毕竟温景轩对我很好。没一会，易景照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。他拽着祝冰玉的手：“你刚生产完，身体虚，赶紧回去养身体。”我不回去。祝冰玉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是下定决定和我比下去，除非你答应娶我。易景照十分为难：“先回去，以后再说。你是不是心里还有这个女人？你们都离婚了。倪夏云，我跟你拼了！”祝冰玉红着双眼，张牙舞爪地向我扑过来。她什么也没有了，在上流社会的名声已经烂透了，如今家里人也不肯接受她，自己又生了孩子，没有经济能力，只能牢牢地抓住易景照这个救命稻草。我那天在医院里对易景照说那些话，就是为了刺激祝冰玉，让他变成疯子。关键时刻，温景轩把我拉入他的怀里，用身体护着我，又低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我抬起头来，对他笑了一下：“温少爷，我没事。”得到我的回答，温景轩松口气，回头冷冷警告：“易景照，带着你的女人滚远一点，下次要是再来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不经意看了一下余光中易景照落寞的神情，他慌张移开了视线，强行带着祝冰玉走了。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。之后连着几天，易景照没有找过我，祝冰玉也安静了许多。我听说是因为祝冰玉割腕了，好在抢回了一条性命，因此我特地登门拜访。料峭的寒冬里，他一个人站在窗边抽烟，眼底有抹不开的浓愁。离开我之后，他变得十分憔悴。我之前真的是把他捧在手心里，但凡他不高兴了，我都会想办法逗他开心。但是他真的不配这么好的我。见到我，他急忙掐灭烟头，苦笑着问：“夏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已经准备去做手术了。祝冰玉也出月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和她撇清关系？”易景照的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我就已经明白了，在我和祝冰玉之间，他还是选择了后者，就和上一次一样。我淡淡一笑：“你不说就算了，夏云，我对不起你。”易景照惭愧不已，恨不得把头埋到地下。小玉什么也没有了，她只有我不能再抛弃她，不然她怎么活下去？我讽刺地笑了出来。那我呢？我有什么？祝冰玉可怜，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可怜了？我的人生就不可怜了吗？罢了。从始至终，
我都是注定被牺牲的那一个。当初你变成残废，一家被你大哥抢走，你也是一无所有，可他还是抛弃你了。我知道了。易景照嘴上说舍不得我，其实只是舍不得一个伺候舒服的老妈子，舍不得一只随叫随到的狗罢了。我转过身去，淡淡说了一句：我去看看祝小姐。夏云，你别乱说什么刺激她了，放心，我没有那么恶毒。房间里，祝冰玉脸色苍白虚弱，即便如此，还是不依不饶地大骂佣人：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哄个小孩都不会吗？祝小姐，我们错了，一群没用的废物，要是再让我听见孩子哭，你们全都辞职滚蛋。我走进去，瞥了一眼孩子，白白胖胖的，甚是可爱。这孩子如果没有易景照的照顾，又跟了祝冰玉这么一个妈，恐怕也可怜了。大概是自己也怀孕了，所以心生母爱，不想折腾无辜的孩子了。祝冰玉不屑地冷笑了一下：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听说你割腕了，来看看你的情况。祝小姐，生命可贵，现在你已经有了孩子，更要好好活着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假惺惺关心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我感兴趣地笑了一下。那你说说，我想要干什么？祝冰玉抬起高傲的头颅：你想抢走易景照，但是可惜呀，他的心里最爱我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和我结婚了。说到这个，他忍不住沾沾自喜。我看得出来他的骄傲和得意，即便他很讨厌，我也恨他，但大家都是女人，我不想继续为难他了。于是我真诚地祝福：恭喜啊！但是他依旧不知收敛，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说：倪夏云，真是不好意思呢，我赢了。他笑得很灿烂，但皮笑肉不笑，眼神十分阴冷。祝冰玉一直都是赢家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他只要对易景照勾勾手指头，易景照就会放下一切，毫不犹豫地和他在一起。我突然释怀了，我谁也不恨，反而羡慕祝冰玉的命真好。无论怎么样，他做天做地，易景照总是会无条件地爱着他，等着他，而我从未得到过一丝真心。自此，我不再关心易景照和祝冰玉的消息，每天专心在温家工作。待在温家的这段时间，我倒是逐渐了解了一下温景轩。我才知道，他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出轨了，小三挺着孕肚，又哭又闹，气得他母亲直接抛下了还在襁褓中的他，离婚了。没多久，父亲和小三结婚，后妈生下了一个弟弟，整个家里就再也没有他的地位了。无论是什么东西，都要首先让给弟弟，只有弟弟不要的，才能轮到他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创造了一番事业，身边也有很多女人主动贴上来，结果遇到了更好的，又抛弃他走了。所以我明白了温景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了，因为我值得呀。在人一生当中，有一个人始终会站在你身边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几天后，温景轩要去参加一场拍卖会，因为缺少舞伴，于是就邀请了我。他还给我挑选了一条紫色的华美礼服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隆重又盛大的拍卖会。嫁给易景照3年，我整天围着他转，他也不肯带我去哪里玩。他总说腿脚不便。拍卖会上到处都是身份显赫的豪门家族，我跟着温景轩身边，略显紧张。他总是会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笑容，让我安心不少。温景轩的身边从来没有出现女人，今日他带着我一起来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很快，温景轩的父亲就找来了，拧着眉头，十分嫌弃地说：你带这种女人来干什么？给我们温家丢人现眼吗？
上流社会谁都知道，我是一个卑微的佣人，因为简陋，嫁给了易景照，当老妈子一样伺候他。我正想对回去，不料温景轩率先开了口：“爸，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管过我，今天怎么开始多管闲事了？我想带谁就带谁，用得着你管吗？”温老爷不屑：“你好歹也要顾及一下家族颜面。我并不觉得今日我带的舞伴丢人，相反，我觉得夏云是最美的人，别人不会觉得我丢人，只会羡慕我。”听到这句夸赞，我的脸不由得红了起来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呵护。温老爷顿时哑口无言，脸色气成了猪肝色，接着又说：“算了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过你弟弟可是温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你不要连累他，赶紧把股份让出来。”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其实温老爷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找借口要回温景轩手上的股份。真是一只奸诈的老狐狸！温老爷，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怕丢人吗？你或许是被我抽中了小心思。温老爷脸色大变，这是我和我儿子之间的事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冷笑，那就让大家来评评理，如何？大家快来看，这里有个抛妻弃子的老头，要求自己的儿子给私生子当垫脚石，真是太没天理了。随着众人的目光聚集过来，温老爷也无地自容，灰头土脸地夹着尾巴溜了。上流社会的人最在乎脸面，可是我不在意。温景轩摸了一下我的头，说了一声谢谢，从来没有人这样维护我，你是第一个。我扬起嘴角笑了，却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易景照，还有他身边的祝冰玉。祝冰玉打扮得清纯干净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喜欢穿洁白的连衣裙，一见到人就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下个月是我和易景照的婚礼，大家记得来哦。”听说易景照和祝冰玉要结婚了，不少人都露出诧异的表情，眼神里充满了质疑，然后悄悄说几句：“我不是听说这个祝冰玉挺着大肚子回来的吗？易二少爷怎么还要娶？他不嫌脏啊？谁知道呢？他甘愿当接盘侠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不过那什么倪夏云真是太惨了，我突然有些可怜他了。”祝冰玉冷冷扫了一眼这些说闲言碎语的人，之后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递给我一张喜帖：“记得来哦。”我笑着接受：“好的，一定会到。”或许是没想到我的反应如此冷淡，祝冰玉有些不高兴了，于是瞪了我一眼，不甘心地走了。这些闹剧结束之后，拍卖会开始了。我坐在温景轩的身边，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粉色宝石，价值1个亿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，不管别人加多少价，易景照都会一直加价。听说这是他准备买下来送给祝冰玉，当作是结婚礼物的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和他结婚的那一年，没有婚礼，没有婚纱，更没有婚戒。至于礼物，更是想都不用想，除了那漫天的大雪，还有领完证之后去路边摊吃的一碗麻辣烫，什么都没有。价格已经炒到了5个亿，已经是天价。拍卖员在台上吆喝着：“5个亿1次，5个亿2次，5个亿。”就在我认为这块宝石必定会落在易景照的手里时，身边的温景轩突然喊了一句：“6个亿！”一时之间，所有人的视线聚集在他的身上，包括我也是。温景轩花大价钱拍下这个宝石干什么？不过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拍卖员继续吆喝：“6个亿1次，6个亿2次，6个亿3次，恭喜温少爷！”这一刻，我怔了1秒钟，十分疑惑，为什么易景照没有继续喊价？
他不是要把这个宝石送给祝冰玉吗？难不成放弃了？他扭头看向易景照的方向，不料对上了祝冰玉心有不甘的眼神，在幽暗的光线下，越发显得像毒蛇。我真不明白，他用这种眼神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要和他抢，我把丈夫都让给他了，还会介意这么一块石头吗？他该不会认为我教唆温景轩买下来的吧？真是太搞笑了，我哪里有那样的权利？上台签署合同的温景轩手捧着粉色宝石，直勾勾盯着我。我突然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温景轩就当众和我求婚了。一时之间，镁光灯也打在我的身上，我成了万众瞩目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脑袋一片空白，现场的人全都热情欢呼，快答应他，答应他！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台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也不忍心让温景轩没了面子，只能抱了抱他，然后带着他一起下台。易景照正好就坐在台阶的位置，当我带着温景轩下台阶的时候，他立马站起身来，风风火火地走了。祝冰玉也剜了我一眼，急忙追上去，景照，等等我。我没心情管这两个人，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，为难地和温景轩解释，温少爷，谢谢你的厚爱，只是我不能答应你，请你原谅。温景轩的神情迅速暗淡了下去。为什么？我配不上你，我不喜欢听这种借口。世界上没有谁配不上谁。别说了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先去冷静一下，你也好好考虑一下吧。温景轩拧着眉头，慌慌张张地逃离了。我紧紧扣着手指头，无奈叹口气，不得不承认，温景轩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我身怀六甲，还是不要耽误他了。那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直在想着白天的事情。半夜3更，我却接到了易景照的电话，他似乎喝醉了，声音含糊不清，但是音乐能听懂是什么意思。夏云，我好想你，我想你想得快疯了，你别嫁给温景轩，不要嫁给他。他的语气如此的悲伤，深情似海，或许别人听了会万分感动，我只觉得十分的恶心。他不止一次说过爱我，可是每一次他都放弃我，这算什么爱？我冷笑着问，你不怕被祝冰玉听到吗？不怕他受到刺激？不怕他再一次自杀？易景照没吭声了。就在我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，电话里突然传来了祝冰玉的尖叫，好你个倪夏云，我之前就警告你，不要再来纠缠我的男人，你是不是耳聋了？非要逼我对你动手吗？祝小姐，麻烦你回去听一下通话录音，你就知道到底是谁纠缠谁了。易景照心里只爱我，他绝对不可能纠缠你。我无语地扯了扯嘴角，对，既然你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说你自己没能力看住你的男人。祝小姐，你可要加把劲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直接就挂了电话，不想再听见他的声音。不用想都知道，此时此刻的祝冰玉估计已经抓狂了，他发疯的样子还挺好看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一大早去温家干活的时候，一进门就挨了一巴掌，直接让我措手不及。祝冰玉趾高气扬地抱着胳膊，还不忘记嘲讽，你真以为自己麻雀变凤凰了，可以和我相提并论了吗？竟然敢在电话里挑衅我！温景轩从楼上冲下来，紧张地看了看我红肿的脸颊，之后咬牙切齿地说，上次我就警告过你，要是再闹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既然你不当一回事，我也不和你客气。来人，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祝冰玉瞪大了眼睛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如今的祝冰玉早就被祝家抛弃了，唯一的靠山
就是易景照，但温景轩可不怕易景照。祝冰玉被送到警察局的那个晚上，易景照又来找我了，一直站在我家的楼下，怀里还抱着祝冰玉的孩子。正是料峭的寒冬，两个人就这样站在昏黄的路灯下。我趴在窗边看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易景照就是料定我心软，不忍心孩子受苦，所以才抱着孩子来的。我笑了笑，最终还是下楼去见一见他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夏云，小玉不懂事，脾气暴躁了一点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计较，行吗？你的意思是想要让我把他救出来？易景照抿了抿嘴角，声音暗哑，低头看向怀里的奶娃娃。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。这个小孩似乎已经把易景照当作是自己的爸爸了，一直对着易景照笑，甚是可爱。易景照也捏了捏孩子的脸颊，一脸的慈爱，轻声安抚：别怕，你很快就会见到妈妈了。这么温馨的一幕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抚摸腹部，眼眶一热，是十分难受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，只要是和祝冰玉有关的，哪怕是狗屎，他都趋之若鹜，爱不释手。而对我，只有舍弃。我笑了一下。祝冰玉在温家闹事，这件事是温少爷做主，我帮不了你，你自己去找他吧。夏云，温景轩都和你求婚了，只要你开口，他肯定会听你的话。温景轩是和我求婚了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我现在都没有脸面去见他，又怎么敢和他开口？易景照永远不考虑我的感受，永远只在乎祝冰玉。我没有回答，抿着唇角就要走，不料易景照扑通一下给我跪下来了。夏云，算我求求你了，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你就帮他一次吧。我怔住了，冷风吹来，我的身子都在发抖。为了祝冰玉，易景照竟然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缓缓回过头，易景照怀里的奶娃娃正睁着咕噜噜的大眼睛盯着我看，那眼神似乎是在打量和审视。我沉默了许久，用力扣着手掌心，艰难地挪开双腿走了。易景照知道的，我这人心最软了，所以他总是这样拿捏我，以为我还会和之前一样乖乖听话。可惜我这次绝对不会妥协了，心里是这样想的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看到易景照还抱着孩子跪在楼下，路过的人纷纷看几眼，甚至还上去围观。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了。他的腿是我四处求医问药，是我日日夜夜按摩才治好的，但是走路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利索，一到冬天就容易酸疼。可是他就这样跪了一整夜。我擦了擦泪水，走下楼。我会想办法救祝冰玉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跪着了，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看有没有生病。易景照听到这句话后，眼睫毛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上面的雪花掉落下来。其实易景照这个人生得极其好看，当年我就是看上了他的脸，所以他和我求婚的时候才答应下来，为此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他目正地点了点头，吃力地说：谢谢你，夏云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原来他还知道欠我，我以为他觉得我付出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呢。看在这个份上，我说话也软了一些。你知道就好，赶紧走吧。易景照咬着牙，尝试着从地上爬起来，结果却重重摔在雪地中。这个场景就像是3年前他为了挽留祝冰玉从轮椅上摔下来一样。我着急地去搀扶他，可他已经陷入了昏迷。易景照，你醒醒！我叫了救护车，医护人员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，我就不再管了，因为我一点也不关心他的事情。之后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温家，请求温景轩把祝冰玉放出来。温景轩很是疑惑，
地看着我。夏云，你确定吗？他打了你，你就这样饶了他？我点了点头，给他一点教训就行了，没必要让他坐牢。温景轩认真盯着我，书房里寂静无声。良久，他无奈地叹口气，是不是易景照来找你了？我不想欺骗温景轩，于是就点头。你还爱着他吗？他的目光那么灼热，那么紧张，生怕我回答是。我摇头，早就不爱了，只是他求了我很久，我又心软。我明白了，想要我饶了祝冰玉也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嫁给我。这个条件让我的心都跟着颤抖一下，惶恐不安。温少爷，我实在没办法答应你，你换个要求吧。为什么？我攥了攥手心，因为我肚子里有一个孩子。闻言，他诧异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之后，视线定格在我的腹部上。我又说，我不能拿掉孩子，因为那样我会丧失做母亲的权利。他点了点头，扬起漂亮的唇线。如果我说不介意呢？我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温少爷，你说不介意？我没听错吧？任何一个男人都会介意这种事。不对，易景照就不介意，而且还把祝冰玉生的孩子视若珍宝，爱到一定程度也会爱屋及乌。难道温景轩对我？温少爷，你要考虑清楚。我考虑得很清楚，所以你答应吗？他的目光是那么温柔，那么动人，就像寒冬的一把烈火。如果我早些遇到他就好了，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。我咬着牙，始终没回答。温景轩似乎也看出我的为难，我有些困了，先去睡一会。我走了出去，关上门的瞬间，看到他捂着脸，肩膀隐隐发抖。我不忍心多看，慌张逃了。2天后，祝冰玉相安无事了，而我也因为愧对温景轩，选择了辞职，理由是要回家养胎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和母亲开心一起吃喝玩乐。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也越来越期待孩子降临。我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静下来，直到那日我在咖啡馆看到了祝冰玉和其他男人搂搂抱抱，和他拥抱的那个男人看上去40、50岁了，大腹便便。我见过，是房地产的大老板，经常在外面有小情人。我疑惑地皱了一下眉头，这祝冰玉不是要和易景照结婚了吗？母亲也看到了，摇头感叹，听说易二少爷感染了很严重的风寒，现在卧病在床，起都起不来。结果祝小姐却在外面勾搭男人了。听说易景照病到起不来，我笑了一下。他现在这么惨，是啊，只能怪他自己有眼无珠，这都是报应。易景照落魄了，我自然要去看一看他的笑话。所以当天我就来到了一家，还是之前的那个房间，那个大床。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红光，眉目发黑，双眼暗淡无光，趴在床边咳嗽，表情极其痛苦。不敢相信地问：夏云，你是回来照顾我的吗？我淡定地坐在椅子上。你想得美呢，我是来看一看你如今有多惨。闻言，易景照满嘴的苦涩，眼角划过一滴泪。他或许是后悔了，但一切已经太晚了。夏云，我这几天总是做梦，梦到你给我做饭吃，你的厨艺特别好，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饭。我还梦见你和我一起在窗边看雪，你说你会一直陪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关系，以后祝小姐会陪你看雪。对了，我今天在咖啡馆看见他和房地产的大老板张总约会了，你好不容易才和祝小姐破镜重圆，你可要好好的盯紧一点。易景照的表情瞬间失去了血色，空洞的双眸放大，
瘦骨嶙峋的身躯颤抖得厉害。我很满意的笑了，这正是我想要看到的。其实，如今的易景照已经得到了报应，重病在床，无人照看，用尽一切呵护的心上人却又给他戴绿帽子。我已经看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于是准备走了。不巧的是，祝冰玉却推开门进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嘲讽：“哟，对我的男人这么念念不忘呢？听说他病了就马不停，现在来看他是不是？”祝小姐，你误会了。祝冰玉不屑地冷笑了一声，要不然我给你一个机会照顾他，怎么样？我说了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告状的。告什么状？怎么，温少爷欺负你了？祝冰玉的眼神里充满了讥笑，又看了看我隆起的腹部。最近没听说温家要办婚礼，温少爷该不会不要你了吧？一想到这个，他就开怀大笑了起来。我之前就说过，像你这种出身贫寒又是二婚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入得了温少爷的眼？被我说中了吧？易景照不悦地训斥了一声：“小玉，你别说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你心疼了是不是？那你和他在一起啊？正好你这么喜欢当接盘侠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也快生了。你……”被气得七窍生烟的易景照当即吐了一口血。我冷漠地扫了一眼，当作没看见，径直出去了。下楼时，我依稀还能听见从房间里传来的争吵声，忍不住笑了。正当我笑着的时候，有人突然喊了我一声，我抬起头就看到了昔日的朋友许明翠。我们两个是在一家当佣人的时候认识的，后来我成了易景照的妻子，他还是一直当佣人。小翠，是你呀？夏云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你看我过得很差吗？许明翠笑了，我也跟着笑了。两个人似乎又回到了从前。之后，我就和他一起谈天说地。说起易景照的时候，他会无奈地叹口气：“你和易少爷怎么会分开了呢？我之前很看好你们两个的，没办法，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只能让位。”其实，许明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易少爷经常会发呆，然后丢魂了一样喊你的名字，他心里肯定还有你的。我笑了笑，他是过得不好，才会想起我的好。如果他现在很幸福，早就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。许明翠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，便没有继续说什么了。结果这个时候，厨房里传来了祝冰玉的叫声：“你们全都出去，我要熬汤药，只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来。”我和许明翠齐刷刷地看去，从这个位置这个角度，正好可以看到祝冰玉手里端着一碗药。等到佣人都走了后，他鬼鬼祟祟地从兜里拿出了一包白色的药粉，迅速倒在了汤药里，然后用勺子搅拌了一下。我顿时明白了什么，易景照只是感染了风寒，结果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到了无法起床的地步。刚才还被气到吐血，原来是因为祝冰玉在药里加了一点东西。祝冰玉到底是想要干什么？暗中勾搭男人也就算了，还想要害死易景照。我知道祝冰玉不会真心实意对待易景照，可万万没想到他会这样做。看着祝冰玉端着汤药上楼，我也跟着上去了。祝冰玉一边为易景照喝药，一边还佯装贤良淑德的样子：“景照，你看看，只有我才会这么贴心照顾你。那个什么倪夏云，看你吐血了就直接走了，他的心太狠了。”我本不想管这件事，但祝冰玉处处和我过不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视我为眼中钉？他已经得到了易景照，而我也构不成任何威胁。于是我推开门走了进去。这汤药里面有毒，不能喝。祝冰玉回头见到我的那瞬间大惊失色，气得咬牙切齿：“倪夏云，
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因为我恰巧看到你在这碗汤药里下毒了，所以我当然要回来。你……祝冰玉端着汤药的手颤抖得厉害，但情绪格外激动。你胡说什么？易景照缓缓抬起头来，咳嗽了几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小玉，是真的吗？”“不，我没有。不要听他乱说，他是想要栽赃陷害我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被彻底无语到了。我挑拨你们的关系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是你？”祝冰玉被这句话刺激到了，直接问：“景照，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？”易景照直直盯着我，紧抿着唇，默不吭声。我不用想都知道，易景照100%会相信祝冰玉，于是耸耸肩：“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就算了。”接着我就要走，反正我已经提醒过了，至于其他的事情就和我无关了。结果易景照却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夏云，我信你。”我震了一下，见状，祝冰玉也笑了一下，当场就发飙了：“好你个易景照，你不相信我，偏要相信这个贱人。行啊，既然你相信他，那么就把我送到警察局。”我感觉十分头疼，不想参与到这种无聊的事情之中，做事就想走。结果祝冰玉迅速上前挡住我的路：“事情还没结束，你别想走。你还想怎么样？”祝冰玉大喊：“易景照，要么把我送到警察局，要么把他送到警察局，你自己做个选择吧。”祝冰玉一直都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不管任何事、任何时候，他都不会认为自己有错。我叹口气，只想快点结束闹剧，要不然让警察来评价一下，到底是谁该进警察局吧。一听说要找警察，祝冰玉就慌了，因为他知道易景照会惯着他，可是警察不会，到时候要坐牢的一定是他。他顿时情绪失控，用力推了我一下：“倪夏云，我看你就是巴不得我去坐牢，这样你就可以和易景照在一起了。但凡我想要和易景照在一起，当初的时候我就不会放手让他走了。只不过摔在地上的我疼得没力气说话，紧紧捂着腹部，龇牙咧嘴。然而祝冰玉还一直继续破口大骂：“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你这个卑贱的庸人，给你享受了3年的荣华富贵，你该知足了，不要再异想天开，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”我已经疼得喘不上气来了，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救我，快把我送去医院。”祝冰玉却大笑了起来：“怎么了？开始演苦肉计了？倪夏云，你以为这招对我们好使？”我低头看了一下，裤子上已经染了不少血，我只能求助地看向易景照。易景照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痛苦，催促道：“小玉，现在别说这些了，她还是一个孕妇，被你推倒在地上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怎么办？”“景照，你急什么？这孩子又不是你的，温少爷都不要他了，孩子没了就没了，也没有人找我们算账。你还是人吗？当年抛弃我也就算了，回来之后还给我下毒，现在又伤害无辜之人，你的心为什么如此的恶毒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指责我？”祝冰玉扑了过去，紧紧抓着易景照的衣服：“你后悔了是吧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”易景照抬起头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一直都很后悔，后悔自己心太善了，同情你身怀6甲，无处可去，然后就好心好意地收留你，没想到却让我自己家破人亡，差点命丧黄泉。祝冰玉，你现在立马给我滚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”祝冰玉怔住了，无力地松开手，神色茫然又无措。紧接着豆大的泪水哗啦掉下来，他哭着说：“景照，我错了，我刚刚只是情绪太激动了，
所以才这样的。你不要生气，我现在立马就把你小姐送去医院，好不好？咱们两个不要因为某些人闹成这样，不然就中了某些人的奸计。接着他慌慌张张地打开了门，叫佣人们把我送到医院。还好我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事情，只不过我的身体太虚了，必须住院观察。我在医院里躺了2天，到了第3天的时候，总算是恢复了一些。然而易景照却拿着孕检单，红着双眼看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脸的疑惑，怎么了吗？你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但我们才分开了2个月。闻言，我沉默了1秒。我知道孩子的事情终有一天会暴露，毕竟纸包不住火。可我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快。我坦然地笑了一下。对呀，我怀孕3个月了，孩子是我的。易景照的语气是十分肯定的陈述句。这一次我也没有反驳，点了点头。那又如何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打扰你和祝小姐的生活，更不会和你要什么抚养费。易景照紧紧攥着孕检单，猩红的眼睛漆黑如海，我也看不懂他在想些什么。片刻之后，他扭头就出门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大概是听我说不要什么抚养费，心里高兴极了，所以迫不及待地走了。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喜欢这个孩子，他只喜欢祝冰玉生的孩子，哪怕和他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也无妨。结果1个小时后，祝冰玉就冲进病房，暴跳如雷地指着我：你到底和易景照说了什么？我打了一个哈欠，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。这里是我的病房，请你不要大吵大闹，又给我装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你又用什么花言巧语骗易景照了？为什么他不要我了？为什么？或许是说到了伤心处，祝冰玉的眼眶红彤彤的，泪水连连，一脸的委屈。我之前只要撒个娇，他就会消气，为什么这次他说什么都要把我赶走？倪夏云，你能不能不要和我抢他？我只有他一个人了呀。我无奈地动了动嘴角，我什么也没有说。你骗人，上次我都听见了。你说只要他和我撇清关系，你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十分心烦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易景照走了进来，脸色阴沉沉的。小玉，你别来打扰夏云，她身体弱，需要好好休养。祝冰玉立马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景照，我没有打扰他，只是想要知道他和你说了什么，导致你对我这么狠心，至少让我死个明白吧。易景照看了我一眼，夏云，这件事情你不用操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之后他就把祝冰玉拽了出去，隔着房门我都听见了祝冰玉的哭声，十分哀凉婉转。我也懒得管他们的事情，毕竟早就和我无关了。易景照大概是知道孩子是他的，然后良心发现，这几天都来医院里给我送一些补品，甚至还亲自下厨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煎鱼排。他之前可不会这样对我的，突然之间态度180度大转变，让我觉得心里非常不安，担心他有什么计划。所以他喂我吃鱼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了出来，不要拐弯抹角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易景照愣了1秒钟，笑了一下，我当然是想要好好照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不，之前的时候我感冒生病了，你都不会帮我倒一杯水，你现在说要照顾我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说到这个，他伤心愧疚地侧过头去，眼神里闪过了一抹泪光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，夏云，之前我没有照顾过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时我认为做个饭就是简简单单的事情，如今自己也亲自尝试了一下，才知道有多么不容易。这些年你又照顾我，还要管家，
辛苦你了，现在我的腿已经好了，就让我来好好照顾你吧。他含着泪拉着我的手，就像是一个认错的小孩子。我心烦地把手抽了回来，我吓得鸡皮疙瘩都起了。那你的小玉呢？你不担心他吃醋吗？他已经离开了一家，我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。我认真地看了他一眼，感觉他变了一个人。他竟然舍得抛下自己的白月光。不过祝冰玉的所作所为确实太让人心寒了。一开始的时候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估计是把我赶走之后觉得十拿九稳了，就开始暴露自己的本性。但是他为什么要给易景照下毒呢？易景照死了的话，他又有什么好处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易景照贴身照顾我，还和护士学习了按摩手法，每天都给我做按摩，还变着花样的做饭给我吃。我经常看到他的手上有各种各样的伤疤，他从小到大就是天之骄子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根本就没有下过厨。他的话也变得特别多，总是和我分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。我今天来医院的路上看到了一朵云，我觉得非常像你，所以就拍了下来。你快看看。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就连照片也是随意看一下，像不像我倒是没看出来，但真的是云朵。今天买的那条鱼特别的调皮，一直在砧板上跳来跳去，好几次我差点抓不住它。之后我就和他说，乖一点，我要把你炖汤给我老婆补身体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真的乖了。我觉得无聊透了，但是一抬头就看到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好像是有星星落在了里面。我不由得思考，易景照到底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换人了吧？很快，在易景照的照顾下，我的身体恢复了，也可以出院了。出院那一天，天气甚好，寒冬里竟然也有一丝暖洋洋的阳光，照在身上非常的舒服。结果一出大门，就看到了抱着小婴儿的祝冰玉。她这几日大概是过得很艰难，一向爱美的她形象非常的邋遢，身上的衣服看着又脏又皱，脸色蜡黄，顶着浓重的黑眼圈。一见到易景照，她的眼泪就啪嗒啪嗒掉下来。景照，易景照神情很淡，搀扶着我，当作是没看见没听见，准备直接走。他却一下子就冲上来，哭着哀求，孩子好几天没喝奶了，我身上1分钱也没有，你借我一点钱给孩子买奶粉吧。他刚说完，怀里的小婴儿就嗷嗷大叫，让人听着十分的心疼。我看了也揪心，当初祝冰玉为了维持美丽，保持身材不变形，再加上有易景照这个提款机，不用担心没有钱花，于是就选择了奶粉喂养，而不是奶水喂养。如今没钱了，自己也没有奶水，孩子也只能跟着受苦。易景照沉了一口气，语气十分不爽。当初看在相爱过一场的份上，我照顾你到生完孩子，应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现在还想要让我帮你养孩子吗？景照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祝家不接纳我，我又没有工作。这句话我可不相信，毕竟之前我还看到祝冰玉和房地产的张总搂搂抱抱，举止亲密，钱肯定是有的，只是他非要从易景照的身上刮油水。我抬头看了一下易景照，想看看他接下来要怎么做。易景照不耐烦地拧着眉头，你去找孩子他爹吧。他根本不理我，也不接我的电话，还让我别拿孩子威胁他。他不吃这一套，如果我继续烦他，他就找人弄死我。祝冰玉说着，瘦弱的身躯颤抖得厉害，站在风里，就像是一朵随时都会凋零的小白花。他怀里的孩子也扯着大嗓子哇哇大叫，脸蛋都红透了，真的太可怜了。易景照沉默了好半天之后，
开口说：“要不然你去贷款吧，之后你找到工作了再还。”祝冰玉显然一震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易景照，似乎是没料到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会说出这种话。他眨了眨眼睛：“贷款？你让我去贷款？景照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的心不会痛吗？那你说说，我应该怎么样对你？3年前，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抛下我，之后又挺着个大肚子回来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为了把你从警察局救出来，在雪地里跪了一夜。结果呢，你背着我勾搭男人，还要给我下毒，甚至差一点让我的孩子没了。你说我还要怎么对待你？”易景照愤怒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寒冬，整个世界似乎静止了。祝冰玉人也傻了，睁着一双惊恐又心虚的眼睛，看了看我，又看看我的腹部。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易景照冷笑。不然呢？祝冰玉崩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骗人的，这肯定是骗人的。倪夏云，你快告诉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景照的，你快说！”我看着他发疯，看着他咆哮，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我知道他接受不了这种事，因为一旦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易景照的，那么他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，他也失去了最爱他的人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回答。之前我在易家，虽然是易景照的妻子，但还和一个佣人一样，什么杂活累活都要干。但是这一次，易景照不允许我做任何事，只要负责养胎。他似乎很宝贝这个孩子。我笑了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他根本不会看我一眼。不过一想到之前都是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，现在他来照顾我，我也不拒绝。所以我开始吆喝：“帮我倒杯水，拿个鞋子给我，腿有点酸，你捏一捏。”每一次他都乐呵呵地答应，完全没有一点不高兴，甚至他还会帮我洗脚。他蹲在我的面前，一边抚摸着我的脚丫子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的话，我则自顾自地玩手机，压根没听。然后我就刷到了他在朋友圈发的动态，一张云朵的图片，再搭配了一段话：“现在看什么都好像我的老婆。”他的几个朋友纷纷评论：“你老婆谁呀？小玉吗？这几天我看见小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你还不赶紧去找她？老易呀，小玉最近过得太苦了，我听说她在酒吧里当陪酒女，你还不赶紧去看看？”我把这些评论看完了，然后又看看易景照，他抬起头来，水晶灯的光芒落在他的眼眸里，闪闪发光。“夏云，洗好了，你的脚丫子真好看。”然后他低头吻了一下我的脚，我却一脸嫌弃地把脚拿开，躺在了床上，懒得理他，他却非要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来，我十分心烦，脑海里全都是那些评论。我和易景照结婚3年了，但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认可过我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一直都把我当作是用来气祝冰玉的工具人。有时候他们当着易景照的面说我长得没有祝冰玉好看，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，并没有维护我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现在他发了这个朋友圈，他们朋友们这样评论，他一声不吭，我真的烦了。于是在第2天的时候，我决定去一趟酒吧。易景照百般阻挠我，说什么也不肯去。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去，肯定是不想看见祝冰玉凄凄惨惨的样子，但我要看他发疯失控，然后借此机会让他滚远一点。你不去的话，我自己去。扔下这句话，我就出门了。易景照无奈，也只能跟着我一起来到酒吧。果不其然，祝冰玉穿着性感的小裙子，
画着浓艳妖娆的妆容，游走在男人之间。面对顾客的不尊重，他也只能笑笑，不说话。我杵着脸颊，祝小姐真可怜啊，又要带孩子，又要工作，还要给人开油。易景照搂着我的腰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说：那也和我无关，我现在心里眼里只有老婆一个人。我用纸巾擦了擦脸上的口水，冷漠地说：我们离婚了。谁说离婚了？我没有签离婚协议书，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我弟心咯噔了一下，这才抬起眼皮子看了他一下，但是我并没有一点高兴，反而觉得更加难受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怎样才能让他有多远滚多远？祝冰玉在这种时候走了过来，推销红酒。看到是问和易景照的那一刻，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，一脸的委屈。易景照摆摆手：你别在这里碍眼，我老婆怀孕了，不能喝酒。你今天就算是说烂嘴，我也不会买的。祝冰玉难受地抽泣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临走时，特地恶狠狠剜了我一眼。我知道他非常恨我，其实我也想让易景照回到他身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天跑来酒吧里干什么？可是易景照他于动无衷啊，我也没办法。祝冰玉刚走了几步，就遇到了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，对他动手动脚，强行把他搂在怀里。小美人，你要是把我伺候好了，以后我会经常来照顾你的生意。来，把这些酒喝了。祝冰玉哭着摇头：不行，我身体不好，不能喝酒。少废话，让你喝就喝，是不是不想在这里混了？大腹便便的男人说着，就强行掐着祝冰玉的下颚给他灌酒，而祝冰玉也红着眼睛看向易景照。景照，我好整以暇的看戏，想要知道易景照接下来会怎么做。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一眼，反而拉着我的手说：夏云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别呀，我还没有玩够呢。祝冰玉被灌了几杯酒后，模样十分的狼狈。此刻他也顾不上什么，一直大喊易景照的名字：景照，你帮帮我，我要不行了。但是易景照没有什么反应。最终祝冰玉用酒瓶狠狠砸了一下大腹便便的男人，踉跄着跑到了易景照的身边，害怕地躲在他的身后。此时大腹便便的男人也追了过来，指着祝冰玉的鼻子破口大骂：小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今天晚上你要是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别想走出这里。祝冰玉全身抖得厉害，双眼含着泪，哀求道：景照，你救救我！见到易景照不说话，再加上对方气势汹汹动手，他只能说：这个人是我的男朋友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这好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勾起唇角，津津有味地看了看易景照。大腹便便的男人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：这小娘们把我打出血了，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我知道这个时候该我出场了。于是我一脸同情地说：祝小姐可是你最爱的初恋，你快帮帮她吧。之前你还照顾她生孩子坐月子，现在这种小事对你来说轻而易举，难不成你要看着她被欺负吗？我想我都这样说了，易景照怎么说也要出手了。不料他陪笑对大腹便便的男人说：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和这个女人不认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怔住了。易景照真的换人了。大腹便便的男人也是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抓住祝冰玉纤细的胳膊：我看你这次还往那里逃，一会必须把我伺候舒服了。祝冰玉也傻眼了，死也没想到最爱她的男人会说出如此薄情的话。她哭着回头：景照，我不要伺候这种男人，你真的忍心让他欺负我吗？
景照，你忘了吗？你曾经说过你会呵护我一辈子，不管他哭得有多么伤心。易景照始终没有说什么，最终他也心如死灰，乖乖地跟着大腹便便的男人走了。到了无人的角落里，他嫌弃地甩开了手，从兜里拿出一张钞票，塞在大腹便便的男人手里，转身就走了。刚才的一切都是他设计的，就是为了让易景照心疼一下他。没曾想，他的心竟然如此的冰冷。戏看完了，但是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觉得有些无趣，于是就提出要回家了。易景照高兴得不行，夏云，我就说这地方不适合你，你是一个孕妇，这种地方鱼龙混杂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？看他关心我的样子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之前为了住冰寓让我搬出去，当我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也不愿意接我的电话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相当平静，并没有什么风平浪静，直到那一天，多日不见的温景轩来找我了。那时寒冬刚过去，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他的身上，他对我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。夏云，你最近如何了？最近挺好的，谢谢温少爷关心。你先到里面坐一坐，喝一杯热茶。不用了，我怕我去了，易少爷会不高兴。接着我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易景照，抱着胳膊，拧着眉头，眼神里透着杀气。我当作是没看见，继续和温景轩说，怕什么？他不会怎么样的。温景轩低头笑了一下，你最终还是选择了他，我自然不能再破坏你们的感情。今天我是来给你送一些东西。说完，他抬手示意了一下身边的保镖，接着一个保镖拿来一个粉粉的口袋，里面是一条粉粉的围巾，上面还绣着一朵美丽的太阳花。夏云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织的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温景轩亲手给我织围巾，我倍感受宠若惊，一时之间眼眶都湿了，哽咽地说了一句，谢谢你，温少爷。温景轩笑了笑，哭什么呢？快戴上试一试。我也不忍心辜负温景轩的期待，戴上了围巾，开心地笑了。结果易景照却突然冲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把围巾扔在地上，还用脚踩了几下。见状，我急了，推了一下易景照，你神经病啊！易景照瞥了我一眼，一条破围巾而已，一会儿我给你买10条、100条，你要他的干什么？我对易景照真的无话可说，没见过这么讨厌的人。这是温景轩的一片心意，他竟然当着人家的面直接糟蹋，不用想都知道，此刻的温景轩一定很心寒。注意到温景轩弯腰捡起已经被踩脏的围巾，我越发觉得难受，连忙把围巾拿过来抱在怀里。温少爷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会把围巾洗干净的。温景轩点了点头，又看了一下易景照，之后找借口走了。我目送温景轩的车子走远，回过神来，就发现身边的易景照脸色十分恶臭，仿佛有人欠他几百万一样。我没理会，转身就想走，不料易景照一把抓住我，还当宝贝一样抱着呢，赶紧扔了。晦气，最晦气的是你夏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踏马是我的老婆，那怎么了？你初恋挺着孕肚回来的时候，你不是若珍宝吗？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忘了你的身份？我一句话就易景照对得哑口无言，他像是吃到苍蝇屎一样难受。我冷笑了一下，以后我和温少爷的事情你不要插手。易景照气得牙都要碎了，但他拿我没办法，只能默默忍受着。我突然感觉有些痛快，终于也让他尝到了当初我有多么生气的滋味了。我把温景轩送的围巾洗干净，
放在阳台上晾晒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那条围巾就不见了。我找遍了整个家里都找不到，我猜测肯定和易景照有关，于是气势汹汹地去找他。一进门，他就神色慌张，好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我越发确定这件事就是他搞的鬼。温少爷送我的围巾呢？我不知道，不要狡辩了。我知道是你拿走了。倪夏云，不就是一条围巾吗？我易景照难道还买不起吗？是，你有钱当然可以买，想买多少就买多少。但温少爷也很有钱，他愿意花时间给我织一条围巾。你呢？易景照的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但是他脖子上抱起的青筋足以表明他在极力压制怒气。我有些无奈，对易景照越来越没有什么耐心。你赶紧还回来吧，怀了孕总是身体不舒服，半夜睡不着。我起来走动的时候，发现了隔壁的灯还是亮着，透过窗子一看，发现易景照在灯光下织围巾。他笨手笨脚的，总是织错，然后又重新拆了。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织围巾，因此这对他来说非常的困难。不过他还是反反复复地看说明书，看视频教学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没说什么，转身就回了房间里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刚醒过来，易景照就来找我了，然后扭扭捏捏地递给我一条围巾。这条围巾非常的丑，弯弯扭扭的，实在是没眼看。即便我知道是他熬夜织出来的，但我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易景照动了动嘴角，或许是不好意思说这是他织的，就撒谎说：“你不是要找温景轩的围巾吗？我帮你找到了。我记得温少爷送的围巾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洗了之后就原形毕露了。我猜他肯定不会织围巾。”我就说不要他的破烂东西，你还不信？看着易景照嘴硬的样子，我突然想笑了。不过我没有拆穿他。你脸色看上去很不好，要不然先去休息一会儿。易景照顶着一个熊猫眼，实在是惨不忍睹。他也打了一个哈欠，开心地说：“你先戴一下这个围巾给我看看，这么丑，让我戴？”我一脸的不情愿，甚至十分嫌弃，于是就找借口：“这可是温少爷送的，你不是不想让我戴吗？怎么又要让我戴了？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围巾是你织的吧？”易景照反应相当剧烈：“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织围巾？你别想多了，你不戴就不戴吧，我先去补补觉。”他慌慌张张地跑了，我这才放声笑了。今早上心情不错，多吃了一点。回到房间，把门关上，正准备休息，结果祝冰玉从门后跳了出来，直接就用刀子指着我。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完全懵住。你怎么会在这？一家我想进就进，我出现在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倒是你，为什么非要厚着脸皮和我抢易景照？祝小姐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当初可是很爽快的把易景照让给你了。你来找他的时候，我可是一直帮你说好话。这下子，祝冰玉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，手里的刀子也抖得厉害。为什么他不爱我？我刚回国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照顾我，还把你赶走。为什么他突然变了？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上来，只能说，可能是你要下毒谋害他，所以他对你心灰意冷了吧？我下毒还不是被你逼的，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用自杀威胁他，他才勉强答应。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，我只能给他下毒，这样他和我结婚之后，我才能得到他的财产。我终于搞明白了，原来祝冰玉是想要易景照的财产。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，恐怕易景照这个时候已经死了。祝冰玉的双眼红彤彤的，
就像是一只被逼急的兔子。倪夏云，你必须去死，你死了，我才有活路。说着，他发疯一样拿着刀子朝我刺过来。我急忙闪躲，但我一个怀孕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疯子的对手？很快就要被他抓住了，我只能死死抓着他的手腕，不让刀子落下来，负隅顽抗。我尝试着叫人，结果这把他刺激到了，直接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眼看着刀子一寸一寸的逼近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今天我该不会难逃一死吧？突然，房门被一脚踹开了，易景照冲了进来。夏云看到我被祝冰玉按着，刀子快要刺到我的脖子，他的脸色写满了惊恐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担心我。祝冰玉看到易景照来了，也不慌张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景照，我很快就把这个女人处理掉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，好不好？”祝冰玉，我命令你快把刀子放下！凭什么？他抢走了你，我必须要弄死他！小玉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把他杀了，还会去坐牢，到时候我们两个还得分开。我的心从始至终都是属于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我现在和他在一起，只不过是为了孩子而已。原本我还有点开心，易景照担心我，谁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一盆冷水一样的浇在了我的头上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易景照根本没看我一眼，视线全都聚集在祝冰玉的身上。等到他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立马就把他赶走，和你结婚。祝冰玉瞬间欣喜若狂，松开了手，眼中充满了感动。景照，我就知道你会永远爱着我的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易景照眼疾手快地抓住了祝冰玉的手，争抢刀子。还没有来得及高兴1秒钟的祝冰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：“你骗我！你竟然骗我！见到我安全了！”易景照冷沉着脸，也不想再装什么，直接说：“我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瞎了眼看上你。你挺着大肚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看着你死在雪地里。你这种人永远不配得到任何人的喜欢。”祝冰玉一下子就炸毛了，用尽全力把刀子刺向了易景照的胸膛。“那你给我去死！我送你们两个去阴曹地府吧！”我看着易景照中了一刀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于是慌张地找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易景照捂着胸口倒在地上，而祝冰玉也拎着刀子一步一步走向我。看得出来，此刻的他已经丧失了理智，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易景照，如果没了他，他也就没了任何希望。我害怕地往后退，易景照从地上爬起来，用虚弱的身体扑了过来，死死地摁住祝冰玉。“夏云，快跑！”我从惊慌中回过神，撑着虚软的身体跑了出去，然后大声呼喊救命。很快，佣人都进去了，没多久，警察也来了。祝冰玉被带走，而易景照浑身血淋淋的被送去了医院里。我坐在手术室门外，即便身上裹着大棉袄，还是冷得瑟瑟发抖，感觉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。我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医生来到了我的旁边，和我说：“你先生已经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不用担心，你也赶紧去休息吧。”听说易景照没事了，我的眼泪瞬间就哗啦流淌了下来，泣不成声，一直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可以慢慢松懈了。我去看易景照的时候，他已经醒了，即便我已经故作坚强了，但是看到他苍白没有血色的模样，泪水还是哗啦哗啦掉下来。他虚弱地抬起手，擦了擦我眼角的泪水。“夏云，你是为了我哭吗？”我侧过头去，“不是，你别自恋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躺着动不了，接下来不能使唤你了，心里难过而已。”“你……”
易景照气得差一点从病床上跳起来。你一天天就知道气我。我哼了一声，嘟囔道：也不知道是谁气谁，我怎么就气你了？当时情况那么危险，你为什么还要刺激祝冰玉？你要是好好哄一哄他，你也不至于受伤。我这不是看你安全了吗？所以也没有必要继续和他假惺惺。而且易景照扬起嘴角，笑得格外好看。我也不忍心看你伤心难过，就想着快一点解释清楚。虽然我听到他说的那些话确实很难过，但我宁愿难过，也不想看到他受伤。还好老天保佑，没有出人命。如果运气差一点呢？我根本不敢想象。在这一刻，我才真真正正的明白自己的心。我笑了一下，拉住他的手：那你快一点好起来，这样我就不会难过了。他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：遵命，老婆大人。没多久，警察就告诉我对祝冰玉的处理，他坐牢了，孩子交给了福利院抚养。那会正是春节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都大团圆了，而他和孩子却被迫分开了。我特地去警察局看了他一次，仅仅是几天的时间，他的头发白了许多，人也十分憔悴。他看到我就着急地问：景照来了吗？没有。他一脸的失落，又开始喃喃自语：我不应该伤害他的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也不应该抛弃他。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了，我怎么这么傻呀？我知道易景照挺好的，他就是心态善良，也很重感情。曾经祝冰玉拥有了全世界，可是他不会珍惜。祝冰玉有这个下场是他活该的，但是我挺同情那个孩子。不过我也不会圣母心泛滥，把孩子接回来养着。本以为这一年的春节我不会和易景照在一起了，谁知我们还是坐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吃饭。他学会了厨艺，现在做饭已经很好吃了。哪怕我怀孕，胃口不怎么好，但他做的饭菜我都会吃光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吃饱喝足之后，他拉着我去外面看烟花。随着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我的名字出现了，而且还有小云朵的形状。我惊住了，然后难以置信地看向他，他就像是迫不及待等待夸奖的小孩一样，就差摇尾巴了。不知为何，此时此刻终于尝到了幸福的滋味。我摸了摸腹部，今年的春节似乎有些不一样。是啊，很快我就会迎来自己的小宝宝，当然不一样啊。易景照站在烟花下，笑眼盈盈地问我：夏云，好看吗？我点头，好看。我刚说完，他就单膝下跪，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红色的丝绒盒子，缓缓打开，一颗鸽子蛋差一点就亮瞎了我的眼睛。夏云，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嫁给我，之前欠你的，我现在都会一一补偿你。漂亮的烟花下，我看着满怀期许的男人，顿时落下了眼泪，然后快乐地接受了这个鸽子蛋。这可是易景照送我的第一个礼物，怎么说也是价值几千万。我每天看着鸽子蛋，然后又觉得手腕上缺一点什么东西。没几天，我就得到了一个大金镯子。我又摸了摸空落落的脖子，结果易景照的母亲直接送我一套华丽的首饰，她大概也接受了我这个儿媳妇。如今我也挺满足的了。不曾想，易景照还给我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不过他一直瞒着我，我也没有听到一点风声。一直到婚礼的那一天，他一大早就把我叫起来，带着我去梳妆打扮，让我穿上了华丽的婚纱。我这才明白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这一切简直是措手不及。上流社会的人全都来参加了，包括温景轩。他盛装打扮了一番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宛若是翩翩君子。他看着我，似乎有很多的话想要说，
眼角还有些微微泛红。片刻之后，又释怀地说：“那你一定要幸福，温少爷，你也是。”温景轩苦涩地摇了摇头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拿出一个红包塞到我的手里。如果易景照对你不好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旁边的易景照一听这话，就憋不住气了，满是敌意地说：“姓温的，你还不死心啊？那又怎么了？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”易景照拉住我的手，在我的手背上亲了一口，当着温景轩的面撒了一把狗粮，成功让温景轩走了。易景照的几个朋友也全都来了，一口一个嫂子的喊我，嘴巴十分甜。换作是之前他们可不这样的，也不知道易景照和他们说了什么。老易呀，说实话，哥们挺羡慕你的，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我心里酸得很。就是，你小子的眼睛终于恢复了，总算是发现金子了。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宝藏，哪怕出身贫寒，但我依旧不觉得自卑，也没有因为嫁给易景照而骄傲。婚礼上，母亲搀扶着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易景照，她就这样满眼温柔地看着我，倒是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司仪宣读结婚誓言，又问易景照是否愿意。他没有犹豫1秒钟回答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娶倪夏云小姐，和她生生世世在一起。”轮到我回答的时候，我侧过头去看着易景照，大概是我一直沉默，让他很紧张，呼吸都有些不顺畅。我直视着他的双眼，一如3年前那个漫天飞舞着大雪的冬天一样。那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，我说我愿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